印媒爆猛料，美国可能向印度推销 F-35战斗机，结果却暴露了印军的战略困境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2023年第14届印度航展于2月13日至17日在卡纳塔克邦举行。作为全球武器采购的最大土豪国，再加上印度军队采购武器来源涵盖俄罗斯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以色列等多个国家，什么样的武器参加印度航展，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印度军队就能买到什么。这几天，俄罗斯的苏霍伊集团正在向印度推销苏57隐身战斗机，声称会给印度人一个比优惠更加便宜的方案。很多人不理解，印度不是正在推进本土研制的先进中型战斗机计划吗？俄罗斯又凭什么认定印度会有兴趣共同开发苏75战斗机呢？其实，印度能不能自己研制出一款合格的五代机，对于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航空工业大国而言是非常清楚的。这次印度航展最让印度人感到兴奋的，不是俄罗斯的苏75，而是美国派出了 F-35闪电2隐身战斗机参展。从报道看，来自美国阿拉斯加艾尔森空军基地的 F-35A 战斗机已在航展上亮相。除此之外，美国还在本届航展上展示了 FA-18EF 超级大黄蜂和 F-16战损式战斗机，其中只有 F-16在航展期间进行了飞行表演，其他的都是静态展。据印度防务新闻网报道， F-35战斗机参加印度航展，可能与美国希望向印度供应这款战斗机有关。印媒称，美国此前从来没有提出过向印度出售 F-35，也没有安排过 F-35参加印度航展。在印度人看来，美国突然向印度推销 F-35，与印度自主研制了中型五代机项目的进展有关。据说该项目的研发已经处于尾声，当然，这个尾声是打引号的，因为目前我们只看到了该项目处于 PPT 阶段，除了总是改来改去的模型，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美国真的打算向印度出口 F-35战斗机吗？估计印度人完全是想多了。美国目前不可能向印度出口 F-35战斗机，这基于两个理由。第一，印度已经列装了俄罗斯的 S-400防空导弹系统，而美国人特别忌讳这一点。土耳其就是因为硬要引进 S-400，才失去了购买闪电2战斗机的资格。第二，印度并不是美国的军事盟友， F-35还没有出售给非北约国家的先例。虽说这款隐身战机亮相印度航展是不可思议的，但美国代表团也明确告诉印度媒体，向印度提供 F-35对美国而言还为时过早。既然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向印度出口 F-35，为何又派出该机参加印度航展呢？最大的可能是此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个推销活动。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， F-35的出售要经过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批准，因此不等于参加了哪国的航展就要向哪个国家出口。其实印度人面对 F-35的诱惑，开启自嗨模式，反而暴露了印度在获得隐身战斗机方面陷入了困境。首先，印度自主研制的隐身战斗机项目几乎可以肯定将会是遥遥无期的。印度自主研制的轻型三代机 LCA 前后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，而且呢，还是在得到了法国、美国、以色列等国的支持才完成的。研制隐身战斗机不可能得到任何国家的核心技术，不要说印度，就是日本和英国研制隐身战机都很困难。一个仍处于 PPT 阶段，或者只做出了金属模型的第4代战斗机，距离完成详细设计、生产样机、试飞、验收和列装，可以说还差着10万8千里。最后出现烂尾的结局也不令人奇怪。第二，印度在未来10年内从欧洲进口隐身战斗机也几乎不可能。欧洲国家正在研制的隐身战斗机，其首飞的时间大约在2030年左右。考虑到要优先装备自己的国家，那么提供给印度的时间估计要推迟到2040年以后了。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印度看不上，苏75的项目呢又刚刚起步，也是个无底洞。日本和英国联合研制了隐身战斗机，什么时候能够上天，没个准谱。
环顾四周，印度唯一有希望获得的反而是韩国研制的 KF-21半隐身战斗机，但该机的隐身性能还不如印度自己的方案。印度空军能否看得上眼也不好说。如果巴基斯坦先于印度获得了中国的 FC-31战斗机，那么印度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，可能会优先考虑投资苏75。毕竟从韩国买一款半隐身战斗机实在有些丢脸。总体而言，开发隐身战斗机的技术门槛非常高，不要说印度，就是俄罗斯也不敢说能够搞出真正具备良好隐身性能的战斗机。甚至航空工业实力强大的欧洲，距离开发出下一代隐身战斗机都很远，未来隐身战斗机的生产将长期被中国和美国所垄断。巴基斯坦只要有军费预算，是可以获得隐身战斗机的，而印度则是有钱也买不到，所以印度媒体就只能采取自嗨的模式，自娱自乐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